澳媒造谣中国干扰民航客机，对华不友好，实属不明智，在为美国鞍前马后换来的却是明晃晃的刀子。大家好，欢迎来到赵产观察室。从今年开始，虽然澳大利亚正在不断地寻求与中国的各项贸易合作，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近期的一些出格的反华举动，一次次地伤害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就在前几天，澳媒无端造谣说，解放军占用民航客机专用的通信频率，对南海的民航客机造成了通讯干扰。对于澳媒的报道呢，先且不说，拿不出丝毫的证据，就说这番说法也是非常的不专业。所以有很多专业人士称为了抹黑解放军，澳媒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底线。坦率地说，在中澳关系不断升温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杂音呢，虽然这个并不利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修复关系那么尤其是当下澳大利亚面临的经济放缓、失业率暴涨的问题也是迫切渴望中国能够出手拉一把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还要出现对中国这么不友好的言论，实属也是不明智。而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的英国媒体《卫报》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给出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呢，在全世界范围之中，有太多能够取代澳大利亚地位的国家。就比如前些年，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白宫的恶华战略，中国果断出手反制，减少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这也就造成了我国国内煤炭市场出现了很大的空缺。但讽刺的是，填补这个空缺的就是美国呀。在前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煤炭数量直接激增7倍左右。而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澳大利亚失去的中国市场的份额几乎都被自己的盟友们可以说毫不客气地瓜分了。所以你看，美国极力将澳大利亚绑到反华战车上，并没有安好心。而可悲的是，澳大利亚如此忠心地为美国鞍前马后，换来的呢就是美国的明晃晃的刀子。而且说不定美国又早已经磨好了刀，等待机会再次进行收割。其实从澳大利亚工党当权之后，中澳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年初呢，澳大利亚政府不止一次释放友好信号，甚至还派出了新任的外长到华进行访问。只不过美国预设出来的共同价值观对澳大利亚的政坛这个荼毒太深了，导致即便是换了政府还是不愿意这个离开反华这条死路。而当然，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没有地缘政治的利益冲突，澳大利亚完全可以利用地理优势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中国友好的携手共进只不过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依旧是积极参与美国组建的反华小圈子，而且呢，近期还宣称因为担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向美国购买核潜艇。所以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还是会和以前一样，跟随美国的反华步调为主导。所以这个澳大利亚当局就是被一叶障目，而这片叶子就是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如果澳大利亚还是不能抛掉遮挡眼前的这片叶子的话，那肯定是无法彻底看清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是有多么的重要和迫切的，而且只会是一错再错，为了自己各种愚蠢的反华行为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